我是瓜皮儿。主星女第1季前情提要：正义协会遭不义会社团灭，唯有星侠的搭档星条存活了下来。帕特带着星仗一直寻找符合条件的传承人。一晃10年，帕特跟芭芭拉组建了新家庭，带领家人搬去了蓝谷镇。其女儿康特尼起初并不待见继父，随着一次意外，康特尼获得了星仗的认可，也从帕特口中得知了当年的惨烈。巧的是，星侠就是康特尼的亲生父亲，而继父又是星侠的搭档。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，女孩膨胀地带着星仗四处闲逛，不幸遭遇了不义会社成员脑波的袭击。好在脑波无法抵御星仗的力量，康特尼才侥幸存活，却在半路杀出一台机器人，驾驶者正是继父帕特。不愧是他，出自汽修世家，能打造出这种硬核机甲。帕特驮着女儿直接飞回维修厂，而脑波则是在战斗中见到了康特尼的学生证，只不过半边已经烧焦，唯一有辨识度的是蓬松的头发。这边帕特直接来了个 Superhero Landing， 这机甲还得老老实实藏起来。静下来后，康特尼双手直发抖。不过这机甲倒是让孩子开了开眼儿，你说帕特家以前是造高达的我都信了。脑波的恐怖，帕特比谁都清楚。虽然继女不是很喜欢自己，但是身为父亲，也不想让女孩因为膨胀丢了性命。况且脑波还不是最强的，他们的老大冰柱才是最恐怖的，那可是星侠阵亡的关键原因。总而言之，得调查清楚敌人的底细才行。另一边，蓝谷议员扎里在家中，男人半夜被儿子喊醒，好像有人闯了进来。扎里拿出了自己的法杖，他也正是不义协会成员巫师。男人小心翼翼下了楼，看见脑波后才放松了警惕。星仗落入一个女孩之手，这件事儿必须提醒不义协会所有人。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有了家庭，若是正义协会有人企图复仇，那麻烦就大了。而且冰柱对蓝谷镇有特别的计划，不能让一个女孩给耽误了。至于女孩的下落，这件事儿就交给参议员扎里了。与此同时，帕特揭开了一个更深的秘密，其实当年石侠并没有死去，而是隐藏起来四处调查不义会社的线索。可是后来不知为何，石侠便死在了蓝谷镇。今天可算是知道原因了，要是早知道不义协会成员有人在蓝谷镇，打死他也不会带着一家人过来。这让康特尼的中二劲儿窜上一层楼。他心想，超级英雄第一准则就是戴上面具保护家人。帕特却不想跟他多逼逼，直接把星仗收了起来。一个15岁的黄毛丫头还妄想打倒不义会社，树没压力是不可能的。到了凌晨4点，帕特独自一人来到了地下室，这脑波必须想办法解决一下，否则无颜面对死去的江东父老。就在此时，一阵悉悉嗦嗦的声音响起，帕特瞬间警惕，抡起锤子闻声赶去。还好是自家的狗子，狗子怕是已经感受到了主人的杀意。隔天一早，帕特驾驶着原型机开始训练。这玩意儿刚造出来不久，还没有攻击技能。首先就是完善这套名为雷霆嘎巴的拳法。在经历了反复的失败、失误、失火，帕特终于习得刺拳，这才有功夫给家人做早饭。基地玩着动森，老妈刚刚起床，父女俩脸上的伤不太好解释，只能全怪楼梯不结实。理由什么的，芭芭拉不在乎，她只知道女儿和爱人相处得越来越融洽了。佯装不太饿之后，康特尼直奔地下室，他和帕特纷纷有着自己的小计划。确认周围没有人，康特尼顺走了星侠的战衣，毕竟第一法则是戴上面具。同时，校园恶霸亨利也准备起身去学校。老爹突如其来谈话让男孩坐立不安。别看他在学校里无恶不作，可在老爹面前说话都没有底气。脑波只想知道一件事儿：昨晚攻击你的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女孩？得到答案后，脑波才确定了新星侠的存在。男人不知道儿子遇袭的理由，保险起见，还是试探一下亨利有没有继承他的超能力。结果亨利像个愣种，啥也看不出来，这让这对父子间的关系越来越尴尬。蓝谷学院课间，康特尼趁着这段时间跑去裁缝屋。星侠的战衣并非普通材料，剪刀难以剪断，缝纫机坚持一会儿也就冒烟报废。康特尼只能一个一个换，把学校的缝纫机全部报废完之后，完成了制作。与此同时的镇政厅，芭芭拉参与了建设蓝谷的会议。其领导夏普想征得一下员工们的意见，在场无一人敢应，唯有芭芭拉举起了手，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计划。可没说完就被夏普笑着回绝，而夏普再次询问手下人的意见，芭芭拉不甘心再次举手，然而得到的还是拒绝。事后才从同事口里嘴里得知，夏普这个人召开会议只为表达自己的意思，不管是谁提问题都会被拒绝。至于帕特，他想光凭原型机就打败脑波不太现实，于是来到了粉碎者拉瑞的健身房，本想先报个名或者怎么样，然后下星期再来。然而粉碎者就是一个字儿，下周什么下周，现在就开整。在不同的动作上用不同的鸡汤鼓励帕特。回到学院，又到了吃饭时间，康特尼习惯性的走向了孤儿座。
女同学贝斯正在跟父母视频吃饭中，可想而知孤儿座多么孤独。在康特尼入座后，贝斯母亲查普的办公室走来一个熟悉的男人，蓝古镇还真是小。脑波在电脑上是翻阅了扎里给的资料，总算发现了好几个蓬松的头发。而后听说了今晚蓝古学院会召开家庭聚会，希望学生家长一起参加。脑波知道机会来了。下午，学生家长聚集在体育馆，校长在台上疯狂演讲，脑波在台下一顿扫荡。家长们几乎占领了蓝谷镇上的各行各业，校长走了流程，感谢了各行各业的代劳。经过了短短1小时的演讲，终于等来了自由活动。亨利本以为老爹是想和自己亲近一点，没想到下一秒自己就被赶到了一边。脑波虽是有心灵感应能力，但在嘈杂的人群中也难以寻得自己需要找的人，只能是看见一个蓬松头发就走到跟前，脑波一顿。和他一样，帕特也在寻找敌人。拉瑞告诉他，这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实属要命。而康特尼想帮帕特，俩人总比一个人效率高吧。就在帕特趁拉瑞不再偷吃的时候，不小心撞上了扎里的妻子丹尼斯。在这儿，你碰上的不是仇人就是熟人，或者是仇人的家人，或者是仇人的熟人。就在此刻，康特尼从人群中看到了身形近似脑波的男人，潜意识里忍不住喊了一声脑波。就是这一声让脑波察觉了他的存在，头发也刚好是蓬松头发。边走边找帕特，好在身形娇小，很快就在人群中甩开了脑波。然而下一秒，康特尼就被脑波堵在了死胡同。你是星侠的女儿吗？康特尼，你要知道，装傻在我这儿是没有用的。虽然康特尼强装镇定，但男人还是读出了他的恐惧。脑波也不想以大欺小，午夜把星杖给我带过来，否则我会让你的妈妈死得很痛苦。别忘了，我杀人是不需要动手的。康特尼受到了巨大惊吓，连忙找帕特说明了刚刚发生的事儿。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妻子受到伤害，随便找了个借口带走了芭芭拉。临近午夜，康特尼想独自去面对脑波，可帕特又怎么会答应？自己是一家之主，必须保护好每一个人。帕特打算一个人走一趟，如果天亮之前自己还没回来，康特尼就带着弟弟妈妈远离蓝谷。此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，男人转身离去，一路来到了修理厂。他是正义协会最后一名幸存成员了，不能让全下的兄弟们失望。康特尼更是着急，虽然帕特不是亲爹，而且自己一开始还有点讨厌他，但男人终归是为了保护他们娘仨才以身犯险。女孩不敢跟妈妈说实话，一次又一次憋住了焦急的眼泪。望了望远处的星空，康特尼下定了决心，穿上星侠战衣，戴上了面具，踏着星杖飞向了战场。午夜已到，脑波没等来康特尼，却等来一台机甲。他似乎已经忘记了星条的存在，直接动用意念攻击了铁皮里的帕特。帕特也开始反击，可普通的攻击根本伤不到脑波。最终，帕特祭出雷霆嘎巴，铁拳飞速砸向脑波，却在面前丈许外停住。随后，脑波调转拳头，一击下去，帕特顿时失去重心，被两辆汽车夹在中间，动弹不得。巨大的压力几乎要把机甲挤成肉饼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光柱打得脑波连连后退，康特尼刚好赶上了，从此他的代号就是星宇。而帕特又成了跟班，老男人非但没生气，反而笑了起来。康特尼的韧度极高，在有了星杖的辅佐下，逼得脑波连连后退。只不过实战经验匮乏，比起老道的脑波还是差了一点。几个回合下，女孩便被压制在地，星杖掉落在身边，却怎么也够不到。脑波还以为新星侠会扭转局势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为了防止儿子再度遇袭，脑波准备送星女去见星侠。一掌下去，康特尼的耳边顿时流出了鲜血，帕特更是替孩子捏了一把汗。奈何机甲不能动分毫，只得开启了远光灯。脑波暗道一声：“我操，天亮了吗？”双眼更是被辣得睁不开。借此机会，康特尼捡起星杖，一点寒芒指向脑波的头顶，一股能量波将现场包裹起来，场内如同失去了引力。当能量波收入星杖之时，脑波已经瘫软在地，脑门处更是一缕青烟浮出。当他被发现的时候，已经不省人事，大脑被诊断出了癫痫，能否再次醒来，只能听天由命。儿子亨利的眼泪不停打转，帕特猜测对方可能是大脑被星杖打得短路了，就算死了都不必愧疚。话题又回到星杖之上，他只记得这玩意儿是一个叫奈特的人打造的，星侠也是无意中获得。星杖的工作原理至今无人知晓，不过男人感觉一切回到了从前。他从未想过还有另外一个星侠出现，又或者是星女，而且在合作间打败了脑波。也许该履行重启正义协会的计划了。康特尼更是为这个组合起了一个新名字：康康尼怕不怕？与此同时，一辆轿车来到了蓝谷镇镇政厅，来人正是不义会社首脑冰柱。在这个看似为民效力的镇政厅之下，隐藏了不义会社的巨大地堡，一层又一层如同迷宫。
而大僵尸格兰迪一直被关在地下深处，更像是被锁在笼中的狗。芭芭拉的领导夏普也是不义会社成员赌徒，两人望着监控里腾飞而起的星侠不为所动。他干掉了一个星侠，就能干掉第二个。冰柱此刻已经寒气外露，仿佛空气都已凝结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